如果是有在关注劳动议题的人，应该都知道近期一直有蛮多内容或是报道，都一直在讨论职场霸凌新法即将正式上路的消息。特别是有些文章或影片呢，都会提到，如果同事一起订鸡排、订手摇饮，却故意不揪我，这样子算不算职场霸凌？或者是有提到主管刻意不让我请假，或者要求我加班把工作做完，是不是也会踩到霸凌的红线呢？今天这支影片呢，我们就来带大家一次看懂职业安全卫生法增订的职场霸凌防治专章的新规定。不管你是劳工、雇主，或者是首当其冲的人资工作者，都应该要特别了解一下这部重要的规范哦。Hello， 大家好，我是 Sean， 欢迎回到 Workforce 劳动力量。过去在职场上遇到不舒服的对待，很多人可能只能摸摸鼻子算自己倒霉。就算真的吞不下这口气，想说面对到公司主管或是其他同事的霸凌，就干脆找到劳工局或是相关的主管机关来申诉。可是可能也只会得到一个答复，那就是主管机关只会针对雇主有没有针对劳工遭受不法侵害有订定预防措施，可是不会涉及到个案的调查、处理以及因果关系的认定。这个具体是什么意思呢？在新法上路以前其实台湾并没有针对职场霸凌的法令有详细的规范。过去比较常引用到的其实是《职安法》第6条第2项第3款的规定，也就是要求雇主要预防员工因为他人的行为遭受身体或是精神上的不法侵害。更具体来说企业应该要依照劳动部公告的执行职务遭受不法侵害预防指引来加以执行。如果员工人数达到100人以上的话，也应该要订定相关的预防计划。然而近年来社会上陆续出现了很多社会关注的职场霸凌事件，特别是在113年底的时候，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北基宜花金马分署爆发了职场霸凌的事件，更是让舆论沸腾，而且间接导致当时的劳动部长下台。这个事件也催生了职安法的修法，让职场霸凌的相关规范可以正式入法。经过了将近1年的立法过程，终于在2025年的12月2日正式3读通过了职业安全卫生法的修正。新法除了强化营造业的防灾预防措施，加强承揽管理之外，更重要的是新增了职场霸凌防治的专章，明确规范了职场霸凌的相关处理流程以及处罚事项。在此也特别提醒一下，劳动部在昨天才正式召开的记者会，发布职场霸凌新法的相关子办法以及配套措施，特别是正式版的职场霸凌防治措施准则，跟过去的草案其实有蛮多不同的地方，所以在召开这次的记者会之前我们所看到的很多网络资讯，恐怕都有些需要再调整的地方，大家可能就要特别再注意一下咯。总之新法上路代表着劳动权益又向上提升了一步，可是也增加了更多的雇主义务以及行政上要特别注意的事项。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逐步看看新法有哪些的重点吧。首先我们先来定义到底哪些行为可能会被归类为职场霸凌吧。根据劳动部公布的职场霸凌防治准则第2条的立法说明来看，如果公司的人员利用职务或是权势等等的关系，并且在业务上不具有特别的必要性，也超出了合理范围之外，持续用冒犯、威胁、冷落、孤立、侮辱或是其他不当的言辞或行为，导致劳工身心健康有遭受危害的话，其实就可以算是职场霸凌了。在正式发布的准则之中，更具体的列出了4种属于职场霸凌的情形。跟草案不同的地方是，原本是列出了5个专有名词的标题，而在正式的版本之中，则是直接将行为样态整并成了4款具体的描述。以下我就逐一跟各位分享吧。第一种是对特定的同事有刻意排挤或是不让他参与重要会议的行为，在准则的草案之中，则是把它归类为社交排斥。第二种情况，则是对特定的同事有刻意阻碍工作或是隐瞒资讯，也就是有职务干预的情况。第三种则是对特定的同事有权力欺压、刻意分配不合理的工作目标，或是明显不符他能力的工作，也就是说会有权力滥用的情况。大多数应该都是存在于上对下的关系之中。最后一种则是对特定的同事有刻意散布谣言或是揭露他隐私的行为，也就是有涉及到名誉侵害的情形了。顺带补充一下，原本准则草案里其实有列出了言语暴力，也算是职场霸凌的行为之一。可是因为职场霸凌的母法，也就是职业安全卫生法第22之1条的定义其实已经包含了冒犯、威胁、侮辱或是其他不当之言辞，所以就算不在正式发布的准则之中，可是这样子的言语暴力其实也会算是职场霸凌的形态之一了。
另外啊，在准则中的说明也有提到，疑似职场霸凌事件发生的场所不只局限在公司实体的办公场域，如果是指派到其他的地方工作，或者是以线上的方式远距工作，其实也都包含在内。而且除了直接一点的言语、文字或是肢体动作之外呢，也包含了电子通讯、网际网络等等的方式。所以这样子的认定范围啊，其实是还蛮大的。因此啊，如果有类似情况发生的时候，雇主或者人资就应该要特别警觉，可能会进入到了疑似职场霸凌的讨论之中了。新法刚修订的时候啊，陆陆续续有很多报道用了比较耸动的标题来介绍新的规定。我个人觉得啊，其中最多人提到的，可能就是只要同事订鸡排没揪就是职场霸凌的这一点了。不过这个真的太容易让人家踩到红线了，所以劳动部在前阵子呢也发布了新闻稿来辟谣，其中也有特别说明了，疑似职场霸凌的认定还需要符合5大要件才会算，所以并没有那么简单就会构成。那么究竟是指哪5大要件呢？第一个要件呢是霸凌行为必须是跟工作有关，也就是必须在执行职务的过程之中发生。换句话说啊，如果是下班之后跟同事之间有私人恩怨在吵架的话，那可能就很难被认定为职场霸凌。第二啊，是当事人之间必须存在权势关系，霸凌者必须是事业单位内部的员工，而且是利用职务或是权势上的优势对其他员工来霸凌。如果不是在同一家企业任职的话，那可能就不在范围之内了。进一步来看呢，权势关系可能也不只是主管对下属，有的时候啊，老鸟对菜鸟，或者是掌握某些关键资源的平行单位同事，也有可能会构成权势上的不对等。第三个要件呢，是逾越了合理管理的范围。我觉得这应该算是最关键的一点了，但是同时也可能会出现比较多的认定争议啊，或是认知落差。如果是正当合理的业务指导、正常的绩效考核或是工作纠正，其实都不算霸凌，不然啊，公司应该会很难经营得下去吧。可是如果在管理的过程中涉及到公然侮辱、人身攻击，或者是设定一个短期内根本不可能达成的任务的话，那就有可能会踩到霸凌的红线了。第4个要件呢，是需要具有持续性，因为霸凌通常是反复持续发生的不当言行，所以需要符合这个要件呢才会算数。不过新法也有但书规定，如果是情节重大的情况，就算只发生1次，也可能会算是职场霸凌的。最后一个要件呢，是行为人的言行确实有导致被害人的身心健康遭受危害或是有不良的影响。这个虽然是很主观的，可是毕竟职场霸凌专章的目的就是在保护劳工，不要因为工作而导致有身心健康遭受危害的情况，所以这个也是其中一项认定的要件了。劳动部在过去的新闻稿中啊，有特别强调，这5大要件需要同时符合，而且经过调查程序认定属实之后呢，才会正式成立为职场霸凌。反面来说啊，如果其中一项条件不符，那就可能会难以被认定属于霸凌事件。可是如果有涉及到其他法令规定，其实当事人还是可以依法提出其他的救济的。举例来说啊，如果在下班时间之后，同事之间可能在工作群组之中反复对特定人进行言语攻击，可是彼此之间可能又不具有权势关系，虽然不见得会成立职场霸凌，可是假如内容是涉及到诽谤啊、侮辱或是损害名誉等等，还是可能会有其他民事或是刑事上的责任，当事人呢还是可以透过法律途径来提出救济的。新的法令即将上路，也让很多企业主或是公司的 HR 面临到不小的压力。毕竟新的法令多如牛毛，而且又看到了很多耸动的新闻标题，可能都会很担心到底要怎么做才会符合新法的规定。事实上啊，治安法很多的制度本来就有考量到事业单位的规模不同，如果要一间员工人数不到10人的餐厅，也要执行跟上市上柜公司一样的制度跟措施，那实务上要运行一定会遇到非常多的难题。在新的法规之中，是依照聘雇员工的人数来去规范不同的法定义务，所以啊，我从原始的条文中整理出了不同企业规模应该要遵守的义务，特别让大家快速的知道自己的企业究竟应该要注意哪些的地方。这边也补充一下，依照准则第3条的规定，如果企业是有很多不同的营业场所或是分支机构，那就可以用各地区雇用劳工的人数来去分别计算。举例来说，总公司有200人的话，应该要适用的就是100人以上的规范。可是如果分公司只有20个人的话，那么这个分公司只需要适用未满30人的规范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不同规模的情况之下，雇主分别要负担哪些的义务吧。
首先呢，无论企业有多少的员工，最基本的处理原则就是当雇主知悉有疑似职场霸凌事件的时候，就必须立即启动处理机制，也就是采取必要的保护或是隔离措施，而且正式受理申诉之后啊，还必须向劳动部指定的网站来进行线上的通报。如果是员工人数在10人以上的企业啊，那就需要设置专属的职场霸凌申诉管道，像是设置电话专线、专用信箱或是指定通讯软体都可以，而且必须要在工作场所公开揭示。具体来说啊，要怎么样公开揭示呢？其实大家可以参考一些官方发布的职场性骚扰申诉管道的海报范例，只要在办公室的公布栏啊，或是员工会活动的公共空间张贴出来有这些资讯的书面文件就可以了。一来啊，可以符合法定的规定；二来也可以让路过的员工多少有点警惕吧。如果员工人数来到30人以上，除了要设置申诉管道之外呢，还必须要制定书面的防治措施、申诉以及惩戒规范，而且也必须要设置申诉处理单位。这个将会是一个专门用来处理职场霸凌申诉等等相关事宜的单位。我觉得有点像是任务型的内部组织吧，可以由像是人资啊、治安等等的人员来兼任，成员至少要有3个人，而且单一性别的比例不可以少于1/3，也就是3个人不能完全都是同样的性别。假如有特殊的考量呢，也可以邀请外部的专家学者来担任成员。再来呢，人数满30人的企业也应该要对员工实施防治职场霸凌的教育训练，而且如果是主管人员或是负责调查申诉事件的相关人员，还需要进行沟通技巧啊等等的相关教育训练。这个部分啊，我觉得可能就要看未来主管机关会不会有开设官方的课程，或者是有更加明确的指示，再来指派员工参加教育训练，就会比较妥当了。当职场霸凌事件经过调查完毕之后啊，其实当事人还有提出申复的救济管道，也就是请雇主再组成一个申复审议小组。而且对于员工人数满30人以上、未满100人的企业来说，这个小组的成员同样需要至少有3个人，而且不能跟调查小组的成员重复，还需要至少有1名外部的专业人士。同样的呢，成员的单一性别比例也不能少于1/3。最后啊，是当员工人数达到100人以上时，要特别注意的义务了。其实大致上的流程跟满30人的企业是类似的，不过当企业收到职场霸凌的申诉时，除了要由申诉处理单位来受理之外，还需要在15个工作日内组成调查小组进行调查。这个小组的成员呢，同样至少需要有3个人，单一性别比例不能少于1/3，而且至少要有1半的成员是外部的专业人士。这边也补充一下，所谓的外部专业人士呢，跟处理性骚事件调查的人员是类似的，可以从劳动部建立的调查专业人才资料库中来遴选。不过这个也不是强制的规定啊，也是可以找其他具有劳动权益或是相关事务处理经验的人员来担任调查小组成员。另外啊，在前面有提到的申复程序之中，100人以上的企业组成了这个申复审议小组的时候，虽然一样是至少要有3个人的门槛，但是外部专业人士呢就不得少于2/3，而且一样单一性别不能少于1/3。简单来说啊，100人以上的企业在申复审议的阶段，需要有更多的外部参加来参与其中了。既然有了申诉管道以及新法的这些规定，有些劳工朋友们呢，可能就会问：如果我真的勇敢提出申诉了，接下来具体会发生什么事情？雇主又应该要怎么做才对呢？依照职场霸凌防治准则的规范，当企业遇到员工申诉职场霸凌的时候呢，标准的处理流程大致上可以分为以下5个重要的阶段。当公司接获申诉之后啊，必须要在10个工作日之内决定是否要受理，并且以书面来去通知申诉人。不过也补充一下，雇主可以不受理的情况，在法令中也有明确列举出相关的规定，像是很明显不是职场霸凌的事件啊，或是没有具体的申诉内容，或者是申诉时没有提供真实姓名或是个人资讯，或者是已经有处理过的案件，或者是申诉过但是又撤回的案件等等，或是说已经超过了申诉期限，雇主才可以依法决定不受理。如果决议不受理的话，也应该要用书面的方式来回复给申诉人，说明相关的理由哦。在正式受理之后，公司就要在受理隔天的7个工作日内，到劳动部指定的系统进行线上登录通报，并且正式通知申诉人已经受理该案件了。
前面有提过啊，无论员工人数有多少，在确认受理疑似职场霸凌的申诉案件之后，由于经过调查，可能还是需要一段时间，但是这样子啊，又可能会持续有霸凌的情况发生，所以雇主在知悉这个事件之后呢，还是必须要立即采取保护措施，像是依照劳工的意愿，适度调整当事人双方的工作内容或是座位，把霸凌者跟被害人隔开。同时啊，雇主也必须要视需求来提供心理咨商、法律咨询或是医疗协助等等的资源。再来的下一个阶段就是正式启动调查程序了，也就是对申诉事件的相关人员进行访谈以及调查。如果是100人以上的企业啊，更是要注意前面有提过的法定义务，也就是必须要在受理申诉的15个工作日内成立调查小组，并且也要注意组成的相关规定。在调查的过程中啊，如果申诉人愿意的话，也可以先安排当事人进行协调。但是如果不愿意协调或是调解破裂的话，还是要进入到正式的调查以及相关人员的访谈程序之中了。在组成调查小组，并且正式启动调查以及进行访谈之后呢，依照规定需要在2个月内完成调查报告，必要的时候最多可以再延长1个月。不过如果有协助当事人进行协调的话，协调的期间就不用计入到这个期限之内，所以建议雇主要把时序列清楚，以避免有相关的争议了。报告完成之后呢，就要送给申诉处理单位来进行审议，正式来认定这起事件到底有没有构成职场霸凌，并且依照结果呢，要做出惩戒或是其他处理的建议，让企业来参考。当然呢，最终的决定也应该要用书面的方式来通知当事人。最后一个阶段呢，就是如果调查认定霸凌属实的话，雇主就必须要视情节轻重，对霸凌者做出适当的惩戒或处理，像是记过、调职或甚至是解雇的处分。不过还记得前面有提过申复的机制吗？如果当事人不认同决议的结果，还是可以在收到决议的30天之内来向雇主提出申复。企业就必须要再组成申复审议小组来进行审议了。最终定案之后呢，雇主还要把职场霸凌申诉事件的处理结果登录到劳动部的系统之中，这样子就算是完成整起案件的处理程序了。这边也特别提醒一下，依照准则的第21条规定，如果是员工人数未达30人的企业，处理整起职场霸凌案件的期限是从接到申诉的隔天开始起算3个月内要结案。如果是30人以上未满100人的企业，则是从接到申诉的隔天开始起算4个月内要结案。如果有必要的话，都可以再延长1个月的期限，不过都需要通知当事人有延长的情况哦。讲到这里大家会不会觉得这次新法的细节真的是很多很杂呢？或者是也有可能会心想，假如我是在小公司工作，而会霸凌我的根本就是这家公司的老板或是最高负责人，这样子走整个流程向公司申诉还有用吗？事实上这次修法就特别针对受雇主权势霸凌来建立了外部的救济管道。也就是说如果被申诉人就是最高负责人，劳工其实是可以直接向地方主管机关，也就是像劳工局劳动局等等的单位来提起申诉，主管机关呢便会依照职权来进行调查了。再来有些人可能又会心想，法令定了这么多这么细有什么用呢？反正实务上还是有很多企业都不会遵守吧。事实上依照劳动部的说明，这次职安法的修法也大幅提高了罚锾上限，像是如果雇主接获申诉之后不处理，或者是处理的程序不符规定，就可能会面临到3万到75万元的罚锾。如果雇主没有采取预防措施，导致劳工罹患职业病的话，最重甚至可以开罚到150万元的罚锾。假如最高负责人自己就是带头霸凌员工的行为人，而且经过主管机关调查被认定属实的话，负责人个人也可能会被处以1万元到100万元的罚锾。另外，依照准则的规定呢，如果主管机关认为雇主进行的调查不符程序，或者是有瑕疵的话，还可能会再要求重启调查。所以不如从一开始就注意各项程序，把整个流程做好，避免之后夜长梦多了。我们很常听到职场霸凌零容忍的这一句口号，随着今年7月新法上路之后呢，将会变成企业主们扎扎实实的法律责任了。无论如何希望不管是雇主还是劳工，都能更加了解自己的权利以及义务，一起打造更友善、更健康的劳动环境吧。如果你的企业还不知道职场霸凌的新规定的话，那就赶快把这支影片贴给你的 HR 或者老板们看吧。
你自己有遇过什么样的职场霸凌经验吗？或者是对于职场霸凌的心法有什么样的看法呢？都欢迎在下方的留言告诉我们哦。以上就是今天影片的内容啦。如果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也请多多帮我们分享啦。另外，如果想要系统化的了解劳动法令、变形工时制度的话，也欢迎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收看线上课程哦。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拜拜。